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号称第二个杨幂，深耕资本部门，一年贡献无数资金流。杨紫一年为组织欢瑞带来3518.71万的净收益，成为当家球星，一部作品就能让她受益5000万，在京城买的豪宅基本4000万。假设你以为杨紫只是赚了这个钱，但她真的想错了，因为她早已发展成为90后花旦中最具说服力的资本。凭借献给新快中的小夜行者大放异彩，杨紫的演技在媒体上备受瞩目。她在秧歌和长沙遭遇战中的精彩展览，使这两部剧作在一个特定的花瓣上堪称典范。像新快感里的小虫子，直截了当的让她的身价被削弱和转换。理由是该节目在2016年取得了成功，超过100亿次基于网络的交流，不仅给杨紫带来了翻身咸鱼的宝贵机会，还让公众一下子看到了她的身影。题材追剧量基本高达7.8亿，让杨紫权威处置第一小雪，化身媒体又一刀锋小花，入选了金鹰奖最知名艺人。总而言之，杨紫在圈子里的地位上升了，但其实背后的资本在游戏里，她带来了大量现金。杨紫一个人成为顶视后，给欢瑞带来的经济优势，可以算是对她团结一致的考验。据说，在杨紫与欢瑞结束协议的时候，虽然组织单方面相信，但无法恢复与组织的会面，会对组织造成影响。然而，证券交易所却让他们打了脸。7月15日，欢瑞股价开盘暴跌，出乎意料的是，飞机跟不上 ，Century 的股价跌至2.6%，这使大地震动。股票震动。自从杨紫最近完全有生产力了，欢瑞的打分堪称辉煌的时代。他的职业是爆破，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业务收集同样变得越来越有用。据天眼查，2016年杨紫出资50万布局永康萨朗影视文化工作室，然后此时他将资源投向了福建时代中乐影业，并与父亲杨威合作，帮助建立霍尔果斯传媒，几乎立刻就变成了自由企业家，到现在还不是被人宰的一块肉。家有儿女虽然让杨紫成名，但也很短暂，很快他就被资本指定了，直接找他回家。这一次的丢脸不是无心的，在他不为人知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媒体的规律性有高有低，连第一个杨幂都遇到了小直率时期的手无寸铁的时光，没有办法反驳，所以杨紫眼下就敞开了大门，力图交出资金，控制一切前景。尽管他还没有成为像杨幂那样毫无疑问的财务经理，但他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大明星。到现在为止，他是一名艺人，他在背景中扮演完成了角色的变化，变成了毫无疑问的首席，参与了控制一切的感觉。2份工作互换，难免有些能力不足。综合考虑，要想持久成功，他应该有一份没有别人的工作，而且成绩暂时没有完成，时间是关键。就这样，杨紫离开了组织，从中乐和行咏灿的时间中抽身而出，拥有了全权。由他妈妈贡献。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杨紫的进步完全被他的家人监督着。他继续在荧幕上表现出团结，他的演技和恶名开始起飞，力热巴等人争吵不休。当年福布斯中国 VIP 榜单排名第73位，年薪飙升至5000万。大联盟的薪水是由承诺加入的。品行不端的圈内匠人杨紫，擅长刻意远离工作室，被10大影视市民铭记，并获得198.6万的金钱承诺补助。可能是能量太确定了，行程不简单，所以杨紫介绍了2018年职业巅峰，亲爱的让他家喻户晓，变成了电视剧的评测老板及同时豆瓣评分直接跻身传奇之列。一部体面的有规范的节目，背后的资本是疯狂的，只是说说而已。它背后的制造者之一的理想世界，凭借年度影视区内的众多百分率因素，一下子让公司销量暴涨，销售额达到10.04亿，这么大的利润，你看谁不喜欢了？除此之外，最让投资者意外的是时代乐众。是的，在杨紫的号召下，它是一家公司，它可以参与其中并获得一定比例的馅饼。乐获得大资公司中宏基投资控股集团3亿元的独资。通俗的讲，时代众乐参与的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有一个独特的男人或女人为其投资3000万元，谁敢说这笔钱是白来的？在他的后方，完全依靠杨紫的金色招牌。在杨紫的护航下，公司的发展越来越顺利，所以今年
杨家自己的亲戚圈带领时代中乐又花钱买了另一个重要的 IP 蜜汁鱿鱼，那就是《亲爱的，爱过的》。因为女主杨紫在里面贡献了高品质的出场能力，别说她有多出名了，开播1周后，她就成为了省级卫视 PC 电视排名第1的生活方式，普遍现象级的爆发。现在已经不是杨紫的认可度再创新高了，男主李现也从18线艺人一跃成为大众心中的线男友，商业价格飙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同样的老一线，最新一期新锐的景柏然也是一波3折。已成为话题的中心，新剧女心理学家一下子成为了最新的爆款。杨紫在圈内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定，绝对是节奏下面是杨幂。不过在成为王者的态度上，现在也不再淡定了，因为在与焕蕊的最后一次合作中，资本甚至有可能压榨杨紫的收盘价，力图将焕蕊送上穿衣界的超级巨星。昔热的电视剧，尽管杨紫的工作室在很多方面都拒绝了，但最终还是会变成资本管理的工具男人或女人。幸运的是，他已经离开了艰辛的海洋，成长为自己的资本，拥有谨慎选择作品的权利。杨紫脚踏实地地抓住每一种可能性来达到这个功能。其实，与态度并存的竞争是必不可少的。见宋丹丹因为杨紫的出现，劝她离开游乐事业，另谋出路。就连黄圣依的老公杨紫都放弃了杨紫的观念，她现在不应该了。现在的她不再是暗中操纵爸妈攫取资金，而是获得了大额的客流量和报酬，默默地赚了不少钱。看着自己的个人艺人在海外投资，和他一起争工作，欢瑞为何如此仁慈体贴？不是因为杨紫是他个人的金字招牌，让他们赚得更多。2022年是经济披露的前1、2，欢瑞光靠着杨紫赚了3500万，这个坑一下子比后面的艺人大2到几倍，占公司销售额3%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状态，难怪欢瑞不怕撕破脸，还让旗下艺人与杨紫合作。2022年以后更厉害，杨紫一个人霸占所有券商3100万。2022年的前1、2，欢瑞的券商利润变成5384.71万，杨紫是我的占30%以上。如果你专心看杨紫的履历，你会发现她很少参演欢瑞的剧，但她的贡献却大于强资本。现在不再喜欢什么形式的资本，既然是个人，他最希望能传达出更优秀的作品。现在不再是靠兴趣来蒙蔽双眼。02，肖战听到了狂热分子的要求，首次挑战卧底格斗电影话题，与老友重逢。近日，关于肖战的网络信息从我不再是仙女修改为醒醒。多位博主爆料肖战将冒险卧底斗殴话题第一次拍电影，这就是狂热分子的内在魅力。问号。真的很值得一提的是，这不符合网络的剧集锻造之内还有肖战、轩辕、李云瑞的老朋友，曾与肖战合作过《陈情令》，请多指教。提到肖战似乎听到了狂热分子的愿望，网上某博主机构爆料称，肖战接触了一部以卧底奋斗剧为主题的全新剧《醒来》。尽管他现在已不再被正式引入，但他具有数英里的侵略性。上和下，和事恋。肖战和女主毛晓彤搭档，肖战又和曾经一起努力的古玩小伙伴们重逢，重新合作。我实际上希望这样的启示是真实的。从狂热分子的反应来看，唯独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专长，以及借助演员肖战介绍的作品。另一方面，对于醒醒和肖战的合作，他们很有建设性。这不是很明显，但他是在线路中发现的。期待看到肖战的古装和具体剧集。我很惊讶肖战在卧底斗争剧这个话题中能有什么样的整体表现形式。小鹿撞了，拭目以待。总之，看专业人士的说法，虽然在网上爆料的内容已经确认，作品包括玉骨遥和梦中的海，代言商业企业更大，但非官方断言现在不再预约。态度绝不忘。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肖战完全可以认同，肖战可以很好的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保持对他的期待和喜爱，等待后续的细节。我很惊讶狂热分子是否需要在这部剧上看肖战，请继续关注，有一点运气。03，为了邀请杨洋连夜修改剧本，唐宝是个黑富美女，而宣璐的文武都太可塑性了。赵露思背后的神秘大佬是谁？杨洋为什么多次拒绝表现，尝试了这个领域，但最终都失败了？
当《试探世界》的拍摄变成首映时，女主角赵露思的选择就已经成为定局，但没有关于男主候选人的信息。导演最先想到的演员就是杨洋。要知道，军艺学校的名声不是建立起来的，但是杨洋接到邀请后，对他就不是很感兴趣了。毕竟原著是妥妥的女主，而他本人也很久没有接触古装剧了，所以收到这份邀请后，立马选择了拒绝。但投资人并没有放弃，甚至还给了导演一句狠话，说杨洋要演戏，然后再拍。这一次，导演很难连夜跟编剧修改剧本，换成了大男主，然后又上门邀请杨洋玩。再加上导演的3寸舌，成功说服了杨洋出演这个角色。见到赵露思之后，杨洋就要释放自己的本能了。这种喜悦也让粉丝不得不为杨洋担心。毕竟军艺校草的诅咒还在，这个节目的妆容还是很在线的。就连杨洋自己也出面证明。就连配角的颜值也不逊色。导演只是让她演公主，她居然演了一个挚爱祖国的腹黑美女。要说试探世界中最惊艳的角色，应该不超过安月希饰演的清纯公主这个角色。以往安月希饰演的角色大多都是一些活泼的女孩子，这一次她颠覆了之前的腹黑美女角色，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在此之前，很多人对她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萌哒的糖宝身上，但其实这次安月希能演得更加公主清纯，还要感谢赵丽颖。作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导演在选角纯然公主这个角色上已经煞费苦心了。毕竟要找一个颜值高、实力强的演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眼看就要开拍了，还是没有演员。一起合作过的赵丽颖想出了一个主意。赵丽颖听说后，推荐了在《花千骨》中与她关系密切的安月希。虽然这几年她出演了大部分甜美少女的角色，但是她和她合作过，非常喜欢她，实力还是很好理解的。她在《三生三世》中饰演的少欣角色已经非常有威严了。导演出于对赵丽颖的信任，立即联系了安月希，邀请她出演。原来赵丽颖的眼光还是很独到的，古装的安月希完全可以称得上第一美女的称号。杨洋在梦里未必能明白自己的追求者是怎么转过头来跟自己抢了一个女人的。如果要说试探天下中的最佳 CP， 除了男女主，应该不外乎轩辕和赵露思的关系。结合她与之前剧中的恶毒女配不同，宣璐饰演的冯其武简直是人间清醒。虽然前期迷恋男主，但被拒绝后立刻开始了事业，就是这样一个拒绝爱脑的人。不仅观众看得非常情绪化，宣璐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也很开心。不仅如此，在被拒绝后，他转身一把抓住了男主身边的女人。看他在剧中与赵露思的甜蜜互动，不少观众表示男主太多余了，开始宣示主权。这样带头真的好吗？真的不需要考虑隔壁男主的感受吗？作为近几年的金牌女配，她一身红裙，容颜靓丽，现身剧中。剧中很多高难度的打斗戏都是她亲自完成的，文武兼备的姐姐，谁能受得了？不得不说，轩辕的可塑性不算太强。大家是从哪部剧中认识她的呢？是的，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